嗱，相信咧喺唔同嘅國家咧就會有唔同嘅傳說同埋故事去解構宇宙點解會存在嘅，天地生成嘅秘密又係啲乜嘢？嗱，今日想講下咧，日本神道教裏面有3位創世之神，佢哋被稱之為造化三神：天之御中主神、高御產巢日神、神產巢日神。嗱，佢哋咧係天地混沌裏面第一批誕生嘅神明，亦都係咧被認為創造一切嘅源頭。但係你可能完全未聽過佢哋嘅故事。最令人嘅驚訝嘅係佢哋同呢個中國道教三清竟然有驚人嘅共通點，甚至可能同現代量子物理學嘅宇宙起源論咧係有呢個千絲萬縷嘅聯繫。呢條片咧，我會帶你哋探索佢哋點樣啟發咗古代人類對生命嘅理解，甚至乎影響咗現代文學同埋呢個哲學。造化三神喺呢個古事記同埋日本書紀裏面咧出現嘅創世神明啦。喺日本神話裏面，宇宙混沌初開嗰陣時啦，最早誕生嘅神靈嚟嘅。第一位咧就係天之御中主神，佢被形容為宇宙嘅中心，象徵絕對嘅秩序同埋靈性嘅核心。嗱，佢係冇伴侶嘅，亦都係冇形體，甚至冇任何故事。但係咧，正因為係咁，佢成為咗日本神話裏面最神秘嘅存在，就好似量子力學裏面嘅初始能量點。另外2位神靈咧，高御產巢日神同埋神產巢日神。嗱，呢2位咧被稱為生成二神。高御產巢日神代表天界嘅創造力同自然界嘅繁衍能力息息相關，而神產巢日神就更加貼近地球嘅生成，同地球上生生不息嘅生命力係有關係嘅。呢3位神明嘅無形又超然，喺日本咧文化裏面咧對宇宙起源探索嘅重要象徵。歷史上面，造化三神嘅存在經常被視為人類對未知世界好奇心嘅投射。喺呢個熊野本宮大社等等嘅神社啦，依然咧仲係見到佢哋俾人祭祀嘅痕跡，提醒我哋佢哋代表住遠古嘅智慧。造化三神並唔係神話裏面成日出現嘅神靈，佢哋更加似係一種概念性嘅存在，影響住其他眾神對天地萬物嘅運行。天之御中主神可以被視為宇宙嘅原始能量，就好似一個無形嘅網絡，支持住整個天地系統嘅穩定。佢雖然冇參與實質嘅創造，但係每一個之後誕生嘅神靈似乎都受到佢嘅精神影響。另外，生成二神高御產巢日神同埋呢個神產巢日神就擔當咗具體生成嘅角色。喺天地生成過程裏面，佢哋代表住陰陽、五行同埋自然界嘅循環法則，甚至可以被解讀為象徵生命力同埋宇宙法則嘅化身。嗱，呢啲角色同埋現代物理學嘅能量守恒定律竟然係有啲相似啊，令到人會重新再思考古人對宇宙規律嘅理解究竟有幾咁深遠。當代學者就分析，日本神話特別重視抽象嘅概念，例如三神係唔直接干預凡間，而係以背後推動力量嘅形式運作。嗱，呢一種思維甚至滲透到之後嘅日本文化裏面，例如和諧啊、秩序啊同埋團結嘅理念。造化三神同埋道教三清咧，係竟然有一啲驚人嘅共通點嘅。嗱，佢哋咧都係宇宙嘅起源嘅象徵啦，同時亦都唔干涉具體事務嘅靈性高層存在。嗱，喺呢個道教三清裏面，原始天尊象徵宇宙嘅初始能量，同天之御中主神嘅理念咧上面咧就不謀而合。而靈寶天尊同道德天尊咧，分別就對應咗高御產巢日神同埋神產巢日神嘅創造同埋生成嘅角色。嗱，共通點就在於兩者都強調平衡同埋和諧。嗱，道教三清透過五行同埋道德觀念去維繫天地嘅秩序，而造化三神就透過生成萬物嘅隱喻，表達自然法則嘅不可違抗。但係咧，佢哋唔同嘅點咧，就其實都非常顯著嘅。嗱，三清咧係具有明確嘅修行指導功能，例如原始天尊主導修行者嘅心靈淨化啦，而造化三神咧喺日本神道教裏面咧，更加就似係呢個象徵嘅層面，缺乏咗直接參與信徒生活嘅角色。嗱，呢一個差異咧就反映咗中國對日本文化嘅分野。嗱，前者就重實踐，後者就偏抽象，啟發咗人從感性層面體驗到呢個宇宙。喺現代日本，
造化三神雖然冇被呢個廣泛直接祭祀，但係佢哋嘅精神理念深深滲透咗日本嘅文化。例如企業管理裏面成日提到嘅和而不同，就同三神代表嘅秩序同埋和諧有異曲同工之妙。更加有趣嘅係，造化三神重新喺現代流行文化裏面獲得新嘅解讀，例如動漫啊、電影啊裏面成日都會出現到三神元素嘅創作。佢哋咧被賦予科幻化或者哲學化嘅色彩，成為探索人類起源嘅象徵符號。同時喺心靈成長同埋呢個新時代靈性喺嘅運用裏面啦，三神咧亦都成日被人哋重新詮釋為呢個宇宙能量嘅化身，吸引咗大量對哲學同埋內心探索感到有興趣嘅人。但係都市化同埋現代化嘅進程，令到部分嘅年輕人已經逐漸遠離咗呢個傳統宗教。三神嘅普遍民眾日常生活裏面嘅地位已經慢慢淡化咗啦。但係佢哋作為日本文化核心嘅象徵，依然影響深遠。嗱，我熱愛中國道教，大家都知啦。多年嚟咧就一直研究下三清嘅智慧同埋宇宙觀啦。佢哋咧俾我一個視角去理解天地萬物一個運行嘅規律。嗱，就因為咁，我選擇用道教嘅角度去探索一下日本造化三神嘅故事，發現兩者之間咧都有一啲共通點嘅，但係咧同時咧亦都會喺文化同埋哲學上面有一啲差異。咁對我嚟講，造化三神同埋呢個三清天尊一樣，反映咗人類對宇宙嘅敬畏同埋呢個生命本質嘅思考。喺比較兩種文化嘅過程裏邊，我更加深刻體會到每個文明咧都係用自己嘅方式去探索天地間嘅奧秘。嗱，咁我希望呢條片咧大家可以睇到唔同嘅宗教思想裏面嘅聯繫，亦可以重新認識道教同埋日本文化嘅深度同埋美麗。如果你同樣鍾意發掘呢個文化同埋信仰嘅故事，記得訂閱我頻道，我會繼續為大家帶嚟更加多精彩嘅分享。